OK，美国、以色列和伊朗战争已经进入到第10天了。目前看呢，局势还是在恶化的。我说的恶化不仅是中东地面上，毕竟波斯湾是世界的能源血管嘛。这么一打呢，石油贸易就全歇菜了。我们现在能看到的是油价飙升，市场动荡，所以呢，就得好好的分析一下。然后呢，我还得说一下，就在这么混乱的经济形势里啊，还有哪些机会呢？是我们这样普通老百姓是可以出手赚钱的。那么各位早上、中午、半夜起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啊，我是武然，别忘了点赞关注啊。我们现在就开始了。首先呢，我们先来复盘一下啊，最近这几天发生了哪些大事啊？从战局上看呢，美以联军这次确实动了杀心啊，他们不再满足像以前那种小打小闹啊，而是直接瞄准了伊朗的命门，像军事基建啊、石油命脉、防空核心，还有最主要的领导人啊。3月7日，以色列出动了80架战斗机啊，对德黑兰周边的石油储备库呢发动了地毯式的轰炸。这是战争爆发以来联军第一次真正意义上大规模摧毁伊朗的石油基础设施。现场传回来的画面呢，就有点像好莱坞的大片啊，巨大的球形油库在烈火中坍塌了，原油呢顺着德黑兰的斜坡街道流淌，甚至流进了城市的下水道啊，引发了地底深处的2次爆炸。当地居民在社交媒体上描述，7号的德黑兰天空中是诡异的那种黑红色，空气中弥漫着足以让人昏厥的那种焦糊味儿。最离谱的是呢，由于爆炸冲击波将原油带入了高空啊，受灾区甚至降下了厚厚的粘稠的那种石油雨。但是比火灾和石油雨更诡异的是啊，伊朗境内的权力就更混乱了。伊朗总统佩泽什基安在前2天的电视讲话里呢，公开向邻国道歉了，还下令暂停攻击啊，前提是这些国家别给美以提供打击基地。听起来呢，他像是在努力的灭火，寻求外部的转机，对吧？可结果呢，话音刚落不到几个小时呢，卡塔尔和阿联酋就再次响起了剧烈的爆炸声啊。这说明什么呢？说明伊朗的指挥系统呢已经分裂了啊。总统是想灭火求存，但是他也有可能是那个真正的带路党啊。革命卫队呢就想拉着整个中东啊跟美国谈交易。这种政令不出办公室啊，领导层严重分裂的状态呢，才是当前局势下不可控最让人头大的大事啊。到了3月8日和3月9日，打击力量呢再次加码，美以的军事力量端掉了伊斯法罕省的2个核心的空军基地啊。根据最新的情报评估啊，伊朗原本号称能发射几千枚的导弹发射器呢，现在也只剩下不到120个了，基本就被打残了。特朗普呢，昨天在 X 上就发话了，这场仗还得打4到6周，而且还威胁说今天就会给伊朗一个重写历史的重击。目前呢，伊朗境内的死亡人数已经突破了1300人啊，33万人流离失所啊。这种规模的冲突，它其实已经不能算是冲突了，这就是真真正正的一场中型烈度的战争了。反正这场火啊，已经不仅限于波斯湾这一角了啊，冲突正在像病毒一样向周边扩散。以色列已经向黎巴嫩境内开展了地面行动，塞浦路斯呢也莫名其妙的遭了殃啊，疑似真主党的无人机啊突然袭击了英国呢在当地的军事基地。莫斯科呢正通过卫星的协作，首次协助伊朗打击美军的目标，这就是冷战结束以来大国博弈中最直接的一次碰撞。而咱们中国呢，立场反正是一直很坚定啊，呼吁立即停火，大家要坐下来谈嘛，不要影响我们做生意嘛。但是呢，五人呢必须有句实话要说啊，中国这次有点难受啊，我们失去了伊朗石油长期以来的友谊折扣。以前呢，伊朗因为被制裁，只能悄悄的低价的把石油卖给我们，但是现在战争一爆发，整个霍尔木兹海峡就全被切断了，我们的能源进口成本和贸易压力也就一下子就起来了。刚才我们提了一嘴俄罗斯啊，我们再说一下俄罗斯。现在俄罗斯可能就是挺高兴的，因为国际油价狂飙了。俄罗斯作为全球主要的产油国，即便在被制裁的情况下，每个月也能通过影子舰队呢额外获利4.8亿美元。普京这波呢，不仅在地缘上牵制了西方，在账本上也是赚得盆满钵满啊。好了，局势看完了，接下来我带你们看点血淋淋的经济数据啊。这些数据呢，就是你判断市场走势的罗盘啊。
首先呢，是目前布伦特原油已经站稳了100到110美元每桶的价格了，但是这只是一个热身的动作。如果霍尔木兹海峡真的还在中断，油价冲击130美元，甚至回到2008年147美元的峰值，我觉得是有可能的。我们来算一笔账啊，历史规律告诉我们呢，油价每上涨 10%， 全球的 GDP 呢就会减少 0.15%， 通胀呢会推高 0.1% 到 0.2% 啊。现在油价从战前70涨到了110，涨幅呢接近 60% 啊，这意味着全球股市在短短的10天里已经蒸发了超过3万亿美元的市值，基本相当于就把一个德国年度 GDP 给亏没了。而且呢，航运保费已经暴涨了，特别是在中东地区啊，中东地区的保费溢价就是直接就翻倍了。马士基、地中海航运这些巨头已经开始了下达绕行令，不去苏伊士运河了，直接就绕非洲好望角。绕这一圈意味着什么呢？就意味着航线多出了4000海里，燃料成本呢就涨 30% 咯。航行的时间多出了14到21天，你网购的海外产品或者工厂等米下锅的原材料，现在可能就飘在印度洋上陪着鲨鱼漫步呢啊！而且之前呢，听专家说，美联储今年要降息要放水，现在看啊就是瞎掰。油价一涨呢，全美平均汽油价格已经从 3.5 美元一加仑飙升到了 4.5 美元。美联储现在的处境就是架在火上烤，降息吧，通胀会立刻坐火箭咵起来；不降吧，高利率快把中小企业给憋死了。目前呢，降息的概率已经从年初的 70% 降到了不到 30% 啊。在做视频之前，我还特意翻了一些数据啊，就是现在图片里显示的这些啊。在这里呢，古人特别想提醒大家注意3个极其危险的信号。天然气市场的贝斯，就是欧洲的 TTF 天然气价格已经涨了 83%， 欧洲人现在真的很慌啊，因为他们的储气水平只有46 BCM， 远低于去年的77 BCM 啊。如果战争拖到夏天，欧洲的工业产出可能会下降 3% 到 5%， 德国的化工巨头比如巴斯夫利润可能就会腰斩了。美国那边呢，虽然老百姓在抱怨汽油贵啊，但是美国现在能源独立率高达 70%， 他们的页岩油产量高达1300万桶每日。一旦伊朗原油出不去了，美国的页岩油呢就能补充缺口。美资能源股啊，其实是这场战争中真正的超级避风港啊。另外，像印度、日本、韩国这些能源进口依赖度高达90%以上的国家，油价每涨1分钱呢，他们的贸易赤字就会多一个洞。如果你手里有这些国家的货币和资产呢，就一定要多看看盘了啊。但是在这种大震荡时期，财富确实发生了剧烈的转移，想要不被时代抛弃呢，我觉得吧，得盯4个方向。当然我这些呢只是我自己的想法，不构成投资建议啊。如果赚了，希望你能给我点个赞啊，如果赔了不要来找我啊。第一个呢就是能源和国防股啊，你的资产配置就要具备攻击性，只要中东的油田还在冒火，这些股票的股价呢就有战争溢价支撑，而他们现在的现金流也好啊，股息率高达 4% 以上，就是能扛能打。还有呢，就是军工复合体啊，比如洛克希德马丁和雷神这样的公司，导弹打出去就是钱，防御系统开启了，那就是金子滚滚而来。还有呢，就是 AI 战争啊，我说的 AI 战争不是中美这种企业的互拼，而是 AI 工具确实在这次战争中起到了很大的作用。所以呢，结合这2年这个 AI 特别热啊，继续加仓 AI 相关的行业的股票是很有道理的。还有一个细分领域可以关注一下，那就是无人机行业。现在可以看到了，伊朗战场还有俄乌战场，谁的无人机多谁就是爷。传统的战争形态已经慢慢的过时了，所以呢，无人机领域还有无人相关装备领域都可以仔细的观察一下啊。最后呢，就是黄金永远是大爷。黄金现在呢已经冲到了2500美元，甚至2650美元了。如果战争真的能拖6周，我呢就大胆预测啊，金价能到2800甚至3000美元啊。为什么呢？因为黄金是对抗不确定性和政府信用崩塌最终防线。
现在全球股市市值蒸发3万亿，那钱都跑哪儿去呢？除了美元就是黄金了。说完了黄金，哦对了，还有远离欧洲依赖能源的股票，比如那些欧洲的航空，还有一些旅游股啊，也要警惕一下日本的、韩国的制造业，他们的能源进口成本太高了，利润空间呢正被油价迅速榨干啊。不过呢，如果战争能够在4到6周内结束，中东将面临高达2000亿美元的重建需求。这个时候呢，那些大型的跨国基建承包商、特种设备租赁公司，甚至是沙特愿景2030相关的投资，都会迎来报复性的反弹啊。说到这里呢，很多观众可能会问，五仁啊，你说的这么吓人，但是我们楼下超市的菜价它没变啊。这呢就是典型的信息差。你要知道，全球航运的延迟传导通常有4到8周的滞后性。第一波呢就是开战1到10天，现在已经过了啊。金融市场和期货市场就率先跳水，这是资本用脚投票，目前呢看得一清二楚了。第二波呢就是开战2到4周，物流成本开始体现在集装箱货运费上。从上海到鹿特丹的航线运费呢已经从2000美元跳到了5000美元哦。到了第3波，也就是开战1到3个月的时候，零售价格开始上涨了。你买的手机芯片啊，你吃的进口泡面啊，你用的塑料制品呢，价格都会在这个阶段体现出来啊。所以我的建议是呢，如果你近期有购置家电、更换汽车或者装修房子的计划，趁着目前库存还没有涨价，赶紧下手。这其实也是一种变相的赚钱啊。那么为了让大家能够看得更通透呢，我带大家回顾一下历史啊。2008年的金融危机，当时的油价冲到了147美元，但那是需求过热导致的。2022年的俄乌战争呢，油价短期冲高，但主要影响是欧洲。现在是2026年美以伊冲突，这就直接切断了世界最大的加油站。对比发现呢，这次金融不稳定性分数高达 2.35， 相比全球平均的 2.47 啊，这意味着系统性的崩盘风险是过去20年里最高的。但是机会往往也隐藏在崩盘之中。如果你观察美股的反应，虽然道琼斯跌了 4%， 但是能源反而在涨哦，这说明资本非常聪明，他们已经选好了未来的方向。最后呢，我给大家一些简简单单的操作建议啊。第一个就是现金为王，我一直都说现金为王，在动荡期保持 20%到30% 的现金仓位是底气。美元指数呢，现在在109附近徘徊，依然是全球资产的避风港。还有呢就是定投黄金，就别一把梭哈在最高点了，采用小金额多次数的定投，摊平金价波动的风险。也别碰高杠杆啊！这种局势下，黑天鹅随时可能起飞啊！千万别去玩什么原油期货的高杠杆做多单，一次10%的回撤就能让你爆仓归零啊！还要关注一些战争科技，无论你喜不喜欢呢，战争都在推动 AI 啊、无人机、量子计算的落地。长期关注那些具有军用硬科技背景的科技公司，这些股票都是不错的啊。最后呢，就是心理调节。别被推特或者 YouTube 上那些世界末日言论吓坏了，世界是不会毁灭的，它只是在进行一次极端暴力的财富平均分配。你要做的呢，就是站在钱流向的那一边啊。好了，本期视频呢，差不多就到这里了。我是五人，关注我，让我们一起在这个混乱的世界里啊，看透本质，稳步增值啊！谢谢观看，我们下期再见。